太厉害，看呆了。哇，李子柒啊，她好厉害，什么都会。现在我们的网站已经正式上线了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喜欢的故事。我们还提供了搜索功能，只要输入视频上面的编号，就可以找到对应的中文句子。你也可以下载 PDF 打印学习，还可以读一读文字的故事，练一练听力，做一做练习。我们的网址是 easymandarin.com。 上一期视频我们说到了李子柒事件，就是他这件事接下来会怎样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然后其实我们主要的观点还是对于 MCN 机构来说，如果没有李子柒这个大 IP， 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。然后对于李佳佳这个女孩来说，如果没有刘同明的微念这个大公司帮助她，对于她来说也一定是非常大的影响。所以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，那这个结果应该不会是双赢，而是双输。那对中国人来说，我们对李子柒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个人还是挺喜欢他的视频的，因为他的视频很简单，一句话都没有，就是在我很烦啊、很累啊、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就看他的视频就觉得特别的放松，就是特别的解压。就是他的视频里面就是慢慢的做，慢慢的弄，然后简简单单的，还有就是会有一种把我们从我们很忙碌的、很辛苦的城市生活中拉出来，给我们一个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比如说种地呀、摘菜呀、做饭什么的，就是看这些东西就不需要我动脑子，我就觉得特别放松。然后画面也很美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画面很鲜。对我觉得它的美吧有两个层次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很美，包括它的比如说颜色啊，它的这个人啊、衣服啊，还有包括它生活的这个地方的风景都特别美。第二层呢，就是艺术的美，就是它把这个我们非常普通的一种生活，它用非常艺术的这种形式拍成的视频给大家看，就是它是一种纪录片吧，但是它的这种记录是一种来源于生活，但是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记录，就是它能发现生活里每一个很小的一个点的美在哪儿，然后它又把这种美呈现给了我们，所以就是这两种层次的美同时存在，所以我觉得才会吸引这么多人来喜欢他的视频。我觉得很多网友他们很喜欢李子柒，也是因为这个。就是说到美啊，当然它的画面还有它的所有的风景都很美，还有一种就是大家看到了他看到的生活的美，他从生活里面感受到的那种满足啊、热爱啊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其实做农活、做农民，你要去摘草莓啊，要去种菜啊，要去做这个做那个，一点也不好玩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但是李子柒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用非常平淡的表情，或者说很享受的感觉去做这些事情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很多是能够安安静静的享受农村生活的了，那样的孩子很少很少。对啊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愿意做农活吧，就偶尔做做家务还好，下地嘛就真的是比较困难了。比如说还有就是你看李子柒，她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生活在农村，像我们这种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，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吧。她的视频里不仅没有表现出来很艰难的那一方面，而且她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她和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不容易的。你就看她可以静得下心来，就是安安静静的离开城市的这种繁华，抛弃这种便利，回到农村的老家，过这种非常简单啊自然的生活，就是可能其实是我们偶尔就是也想体验一下的生活吧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他曾经生活那么辛苦是有关系的。就是一个孩子啊，他以前过的生活那么苦，
那他应该肯定是要通过一些自己的本事，一些方法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学会更多的东西，然后去证明自己，让自己更有信心。所以我觉得他才会这样去做这些事情。你看他连酱油都能自己做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来太厉害，看呆了。不过说到他这个做酱油啊，就是你看他的视频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从原材料开始做的，就比如说他想吃红烧肉，我们都知道红烧肉最重要的就是酱油，所以才能有这个红色的颜色。那这个酱油呢，它的制作就需要用到黄豆，所以李子柒要做一个红烧肉，它竟然是从黄豆开始种，就是从种子到黄豆到酱油再到红烧肉上面的那个颜色。然后很多网友就觉得他的这个流程非常长，但是其实可能他有时候做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正确的。比如说我们是外行，我们不了解这个行业啊流程，我们会觉得哇，李子柒啊他好厉害，什么都会。但是如果是内行人，就是比较了解这些东西的人，他就会觉得其实你看他这一步又做错了，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做的。他会觉得李子柒他很多步骤可能是错的，所以网友们就会有这个担心，就是如果真的有人想模仿他，想学他的这个方法来做一个菜呀，一个东西，就是会不会做出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。我觉得好像很多网友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。一个网友啊，他是说他看过李子柒的一个做黄桃罐头和蜀绣的视频，然后呢他觉得这个做蜀绣的视频里面有很多都不太专业，就是好像他就是做做样子啊，然后大概做一做，但是不是特别的专业的样子，所以对很多比较专业的人来说，这个让他们觉得不太舒服。还有呢就是一个网友说看到他做什么柠檬百香果蜂蜜呀，还有做花生酱，他觉得其实做这些的步骤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而已。就觉得可能他的视频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不是特别的高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评论肯定是有的，对吧？你也知道，就是中国的农村嘛，跟可能西方国家的农村不太一样，中国农村确实比较穷。那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是什么样子的，它让我们看到的是农村比较美好的、比较干净的、比较舒服的一面。但是你不可以说这个是假的，因为它可能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就觉得吧，这个视频其实它就只是一种记录嘛，它是一种艺术形式，就是一个人他把这个整个过程啊，他的环境拍下来，他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教你怎么做酱油，怎么做茶，怎么种豆子。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更多的是想展示给大家一种很舒服啊、惬意啊这种美丽的田园生活，就是大家梦想中的那种生活吧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这种乌托邦的这种梦想中的生活是不存在的。那就是既然有人在视频里面能过上这样的生活，我们为什么就不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，就是假装自己也在其中呢？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有的网友啊跟我们这样的想法很像，就是他会说啊，他说李子柒的视频呢，它的价值不是真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饭、怎么种地，而是告诉你他在观察生活。就比如说看到一样的东西，看到一样的风景啊，有的人会说哇好美，那有的人他就可以写一首诗。李子柒可能就是根据他的理解，然后呢出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满足，然后做了这些视频。我觉得每个人看到每样东西都有不同的理解，那这就是李子柒的理解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对啊，而且就是这样的视频，你一定会觉得，哎呀，中国好美啊，中国的饮食文化啊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呀，好有意思。哪怕我是一个外国人，我也可以感觉到其中的乐趣。对，说到这个，还有网友比较担心，因为李子柒的视频，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国外，对不对？所以会有中国网友比较担心哦，说，
会不会让外国的网友觉得李子柒视频里的中国就是中国的样子，然后这个菜就是中国菜的做法，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做的。他们很担心会教错了外国人，就他们有点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。对，有这个可能。还有网友也会觉得，就是李子柒啊，你一直展示的都是农村生活，如果是不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，可能会以为中国大部分地方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其实我感觉他这样只是放大了农村简单原始的部分中国很大呀，我们还有很多大城市，对吧？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看到中国还有这些大城市也发展的不错，我们不是只有李子柒这样的农村生活。对，其实你也知道，我不太看李子柒的东西，主要是这一次大家都在聊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关注了一下这件 MCN 机构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知道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每次看他的视频，看到那么美的农村，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很假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不对，农村是什么样子的。真正的农村呢，没有那么干净和漂亮的景色，可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演戏，他演了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的感觉，但是这种感觉呢是大家想象出来的，它不存在，它不是真的。而且很多人也有感觉，就是这一看就是有团队拍的嘛，你看他拍的这么美所以他的角度镜头都是很专业的，都是有选择的。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团队嘛，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，但是他一直不承认这件事情，就是也拉低了很多网友对他的好感。包括你刚才说到他的产品，其实他的产品我也买过，比如说最有名的李子柒螺蛳粉，就是说实话我感觉价格很贵，但是质量一般吧。然后他们可能我听说他这个公司服务也不是很好，所以他这样做的话非常影响别人对他的印象嘛。对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其实你明明是想赚钱的，可是呢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不在乎这个，我也不在乎那个，但是这样的感觉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很不真诚，你很不诚实，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想赚钱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对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嘛，对吧？最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个评论，我觉得可能这个评论是对这个事情一个最好的总结吧。有人拍真实一面的农村你看 B 站很多都有选择的，你们干嘛非要逼着李子柒也要拍真实的一面呢？那这就奇怪了，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，表达的东西不一样，那百花齐放不好吗？你觉得它不真实，你就去看真实的好了吗？非常同意。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我们的网络环境都很怎么说，特别的严格。其实有很多东西让你选，对不对？你选你喜欢看的，你不喜欢看的你就不看就可以了，我们没有必要在网上做一个警察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特别大，生活压力也很大，那我上网的时候不就是为了放松一下，然后找一点快乐的事情看一看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现在有了这样的渠道，李子柒拍了这个视频让你过一下慢节奏的生活，让你好好的享受一下，可是你却一直要去找他的毛病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必要。还有就是回到现实生活里面吧，我们其实几乎是没有机会去过那样的生活的。那李子柒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世外桃源、乌托邦一样的生活，为什么我们不去过一下呢？那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呢？你们喜欢他的视频吗？记得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给我们点赞，记得关注我们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